南城鎏金酒店的顶层宴会厅，灯火璀璨，水晶灯流光溢彩，映照着满场衣香鬓影的权贵名流。今晚是苏浩和未婚妻林薇薇的订婚宴，可身处人群中的苏浩却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一身洗得发白的廉价西装，衬得他身形单薄，与周遭奢靡浮华的氛围形成刺眼的对比。3年前，苏浩父母意外离世，偌大的苏家一夜崩塌，曾经衣食无忧的富家少年，转眼沦为无依无靠的落魄穷小子。人情冷暖，亲友四散，唯有当时的未婚妻林薇薇信誓旦旦承诺不离不弃，说愿意陪他熬过所有低谷。苏浩信了这份真心，3年来身兼数职，打3份工，拼命挣钱，省吃俭用，把所有的收入悉数交给林薇薇，供她读研，买奢侈品，倾尽所有托举她的光鲜生活。他满心以为这场订婚宴会是2人苦尽甘来的新起点，可现实给了他最残忍的一击。此刻的林薇薇妆容精致，身着高定礼裙，亲密挽着中年富商张总的手臂，看向苏浩的眼神里只剩极致的嫌弃与冷漠。苏浩，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身的贪货，站在这里只会让我丢人。当初我真是瞎了眼，陪你耗了3年青春。身旁的张总大腹便便，身家千万，是南城小有名气的建材老板。他油腻的手掌紧紧箍着林薇薇的腰，居高临下的睥睨着苏浩，语气满是戏谑与轻蔑。小子，识相点自己滚。薇薇跟着你一辈子只能挤出租屋，吃廉价外卖，我能给她豪车别墅，名牌珠宝，你拿什么跟我比？周遭宾客纷纷侧目，细碎的嘲讽议论声密密麻麻钻进苏浩的耳朵，像无数根细针刺痛他的自尊。所有人的目光里都是戏谑、鄙夷与看热闹的漠然。苏浩攥紧双拳，指节泛白，胸腔里翻涌着委屈、愤怒与心碎。他死死盯着林薇薇，声音沙哑：3年来，我所有的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给了你，你当初说的不离不弃全是假的吗？爱情不能当饭吃。林薇薇嗤笑一声，猛地扯下脖子上苏浩送她的唯一一条珍珠项链，狠狠摔在大理石地面上，珍珠碎裂四散，一如他们破碎殆尽的感情。你连一套婚房首付都拿不出来，凭什么娶我？张总已经答应我，订婚结束就送我江景大平层，下周带我出国旅游，这些你这辈子都给不了我。张总顺势上前，狠狠一把推在苏浩胸口，苏浩踉跄后退，后背重重撞上冰冷的承重柱，疼得他眉头紧蹙。穷鬼，别挡路，别在我们的好日子上碍眼，再纠缠不休，我直接让人把你扔出去。话音落下，几名酒店安保立刻上前，伸手就要拖拽苏浩。全场哄笑四起，苏浩站在原地，屈辱感席卷全身，他以为自己今晚注定要沦为全城笑柄，狼狈离场。就在这绝境时刻，宴会厅厚重的实木大门被侍者恭敬推开，喧闹的会场瞬间死寂，所有交谈、哄笑尽数戛然而止。一道高挑清冷的身影缓步走入大厅，女人身着黑色高定长裙，长发松挽，肌肤胜雪，眉眼淡漠疏离，周身萦绕着生人勿近的顶级气场。数十名黑衣保镖分列两侧，助理团队紧随其后，阵势浩大。是叶清渊，南城顶级豪门叶家唯一继承人，执掌1000亿规模的清渊集团，横跨地产、
金融、新能源三大核心赛道，是能单手搅动南城商界格局的顶级大佬，无数富豪挤破头都攀附不上的存在。全场众人尽数屏息，就连嚣张跋扈的张总脸色瞬间惨白，慌忙松开揽着林薇薇的手，躬身低头，浑身止不住发抖。没人能理解这般顶层人物为何会亲临这场普通的订婚宴。叶清渊无视所有人的注视，清冷的目光穿透人群，精准落在狼狈不堪的苏浩身上。那双淡漠的眼眸褪去所有寒意，藏着一丝旁人看不懂的温柔。他径直穿过人群，走到苏浩身前，抬手轻轻拂去他肩头的灰尘，声音清冷柔和，清晰传遍整个宴会厅。苏浩，让你受委屈了。苏浩彻底怔住，大脑一片空白。他与叶清渊素未谋面，毫无交集，想不通这位千亿大佬为何会专程赶来为自己解围。林薇薇彻底慌了，瞬间褪去嚣张，慌忙上前讨好。叶总，您不了解情况，他只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根本不值得您费心。叶清渊的助理立刻上前打断，语气冰冷凌厉。林小姐，张先生，即刻起，清渊集团旗下所有产业永久终止与二位的一切合作。张先生名下建材公司所有合作渠道全部收回，3日内冻结全部资金链，强制执行核查。张总双腿发软，冷汗浸透全身，慌忙跪地求饶。叶总，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苏先生，求您手下留情。他转头迁怒林薇薇，狠狠一巴掌甩在他脸上，清脆的巴掌声在死寂的大厅格外刺耳。林薇薇瞬间脸颊红肿，泪水奔涌而出，难以置信地看着苏浩。叶清渊侧身将苏浩护在身后，眼神冷冽如霜。贪慕富贵，背弃真心，这是你应得的下场。苏浩是我倾力扶持的人，得罪他就是与整个叶家为敌。说完，他看向失神的苏浩，轻声道：跟我走。走出宴会厅，坐进千万级迈巴赫车内，苏浩终于压下心底的震撼，开口询问缘由。叶清渊缓缓道出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多年前，8岁的他随父亲外出考察，遭遇劫持，随行保镖尽数被牵制。危急关头，路过的苏浩父亲挺身而出，拼死重伤歹徒救下他，事后分文不取，默默离去。叶家多年苦苦寻觅恩人，最终得知苏父早已意外离世，只留下苏浩孤身一人。这些年，叶清渊一直默默关注苏浩，看着他负重前行，受尽搓磨，今日亲眼目睹他当众受辱，再也无法冷眼旁观。我给你2个选择。叶清渊目光真挚而坚定。第一，我直接给你10亿现金，保你一生衣食无忧。第二，我倾尽叶家所有资源，手把手带你经商铺路，3年内扶你登顶南城首富之位，让你再也无人敢欺。10亿巨款足以让普通人富足一生，但苏浩想起方才的屈辱，想起父辈曾经的荣光，骨子里的傲气与不甘彻底迸发。他握紧拳头，语气铿锵：我选第2条路，我不要施舍，我要凭自己的能力，配上你的资源，亲手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叶清渊眼底掠过赞许，唇角扬起一抹浅淡笑意。好，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靠山，所有风雨，我替你挡。当晚，叶清渊将市中心顶级豪宅博悦公馆的顶层复式房卡交给苏浩，让他安顿下来，并叮嘱他次日9点到清渊集团总部报到。一夜之间，落魄穷小子
逆转命运，手握豪宅，背靠千亿财团。苏浩望着窗外璀璨的南城夜景，在心底暗暗立誓，绝不辜负这份来之不易的扶持。次日清晨，苏浩换上叶清渊专人送来的定制西装，身姿挺拔，气度斐然，彻底褪去往日的落魄青涩。抵达清渊集团大厦，前台见到他的专属通行卡，态度极致恭敬，一路将他引至顶层总裁办公室。整层顶楼视野开阔，俯瞰全城，精英团队各司其职，氛围高效严谨。叶清渊早已等候多时，桌上摆放着完善的项目计划书。他没有多余寒暄，直接切入正题，为苏浩规划第一条创业赛道——新能源充电桩。新能源是未来10年的黄金风口。叶清渊将文件推至他面前，我给你5个亿启动资金，调配全套专业运营团队，叶家所有闲置地皮免费供你落地项目，你无需操心琐事，只负责把控核心决策。如此顶级资源，是无数创业者毕生难求的机遇。苏浩没有丝毫浮躁，认真研读项目细节，虚心请教行业痛点、市场布局和风险管控。叶清渊倾囊相授，从招商谈判、场地选址到资金管控、团队管理，逐一耐心指导，毫无保留。正当二人商讨细节时，助理进门汇报，林薇薇与张总在楼下纠缠不休，执意要见苏浩。苏浩沉吟片刻，应允让二人上来，彻底了结过往恩怨。片刻后，妆容花乱、憔悴不堪的林薇薇冲进办公室，一把拉住苏浩的手臂，痛哭哀求：阿浩，我知道错了，我是一时贪慕虚荣，糊涂了。我心里真正爱的人一直是你，我们复合好不好？张总公司快要破产了，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你能救我。紧随其后的张总，头发花白，神色颓败，卑微鞠躬道歉：苏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苏浩轻轻甩开林薇薇的手，眼底毫无波澜，只剩彻底的冷漠。当初你弃我如敝履，当众践踏我的尊严，选择富贵的时候，就该想到今日的结局。3年真心早已被你亲手碾碎，覆水难收，恩怨两清。叶清渊适时开口，彻底斩断二人的念想。我昨日说过，得罪苏浩就是与叶家为敌。南城所有企业、商圈永久禁止二人入职、入住，彻底断绝你们在南城的所有生路。保镖随即上前，将崩溃哭喊的二人强行带出办公室。看着彻底落幕的过往，苏浩心境愈发通透，不再被儿女情长牵绊，全身心投入事业之中。接下来的1个月，苏浩扎根项目一线，凡事亲力亲为，跟着团队实地考察商圈、小区、高速服务区，测算人流与成本，打磨运营方案。即便有顶级团队兜底，他也从未懈怠，熬夜复盘数据，优化布局。叶清渊时常放下自身工作，陪同他外出洽谈，但凡遇到难缠的合作方，只需他一句表态，所有难题尽数化解。凭借精准的布局和顶级资源加持，短短1月，南城核心区域全部落地苏浩的充电桩设备，线上线下同步推广，客流量暴涨，首月纯利润突破1000万。初见成效后，苏浩没有止步眼前利益，敏锐察觉到行业短板，主动提出布局新能源电池回收产业链，打造完整商业闭环。叶清渊十分认可他的格局与眼光，当即追加8亿资金，划拨2座大型现代化工厂供他运营。苏浩的名字迅速在南城商界崛起，人人皆知这位年轻新贵
背靠清渊集团，前途无量。无数中小型企业老板争相上门攀附送礼，寻求合作机会，其中就有不少苏浩的昔日同学。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当年刻意疏远、嘲讽过苏浩的老同学，如今尽数换了一副谄媚面孔。曾经最爱欺负他的同学王鹏，端着酒杯百般讨好，想要蹭取项目资源，分一杯羹。面对众人的功利吹捧，苏浩始终冷静自持，淡然应付，没有答应任何私立邀约。离开后，叶清渊轻笑发问，为何不借机拓展人脉？苏浩从容作答，他们看重的不是我，是你背后的叶家资源。功利拼凑的合作毫无意义，只会拖累项目进度。做生意贵在志同道合，踏实共赢。叶清渊心中愈发欣赏，他最初只是为报恩扶持苏浩，可相处日久，他愈发清楚，这个少年不仅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格局、定力与清醒，稍加打磨，必成大器。苏浩的新能源产业飞速崛起，迅速抢占南城大半市场份额，动了老牌行业巨头赵氏集团的蛋糕。赵氏集团董事长赵四海深耕行业10余年，根基深厚，心胸狭隘，无法容忍后辈弯道超车，当即展开恶意打压。第一轮打压是舆论围剿，赵四海暗中散布谣言，谎称苏浩旗下充电桩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电池厂排污超标，资质不全，即将被政府查封。谣言快速扩散，大量合作商心生忌惮，纷纷终止合作，站点客流量骤降，工厂订单断崖式下滑。紧接着，赵四海动用多年人脉，打通监管部门人员，对苏浩的所有站点突击检查，刻意揪出细微问题，开出高额罚单，逼迫多处站点停业整改。不仅如此，他还雇佣闲散人员深夜破坏充电桩设备，恶意制造数十万经济损失。公司运营团队人心惶惶，负责人焦急万分，劝说苏浩暂时收缩业务，避其锋芒。但苏浩异常冷静，他深知退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他一边安排团队全面收集谣言截图、设备损坏监控、不合理处罚单据等所有证据，一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全套资质与环保检测报告，正面澄清谣言，同时报警追责恶意破坏人员。可赵四海依旧不肯收手，变本加厉开启价格战，以低于成本的报价截胡苏浩敲定的高速服务区重大合作项目，企图用资本消耗拖垮新生企业。持续的打压让公司亏损不断扩大，部分员工心态动摇，甚至有人暗中跳槽至赵氏集团。苏浩连日熬夜处理危机，眼底布满青黑，压力倍增，却始终没有主动向叶清渊求助。他想靠自己的能力渡过难关，证明自己值得这份扶持。叶清渊早已洞察所有风波，主动整理好赵四海违法违规的全套实锤资料，找到苏浩，语气带着一丝心疼。我扶持你，是让你乘风破浪，不是让你孤身硬扛所有风雨。赵四海敢动我的人，就是挑衅叶家的底线。不等苏浩多说，叶清渊已然出手布局。他当即联动税务、环保、市场监管多部门高层，对赵氏集团展开全方位彻查，曝光其多年偷税漏税、违规排污、商业垄断的全部违法行为，同时切断赵氏集团所有合作渠道与资金链路，清渊集团全面终止一切合作，截断其资本命脉。此外，被抢走的高速项目由清渊集团全资入股，重新交由苏浩全权运营。雷霆手段之下，南城商界掀起巨震。
短短3日，风光数十年的赵氏集团账户冻结，厂区查封，股价暴跌，彻底濒临破产。赵四海慌不择路，亲自登门卑微求饶，愿意让出半数产业，只求从轻处置。面对昔日不可一世的行业大佬，苏浩态度坦然公正。商场竞争当光明正大，你靠造谣、贿赂、恶意打压牟利，今日结局皆是自作自受。你的产业我不会接手，你只需依法接受处罚。最终，赵四海因多项违法罪名入狱，赵氏集团彻底破产清算。这场危机彻底扫清了苏浩事业路上的阻碍，他的新能源产业彻底垄断南城市场，业务快速拓展至周边3座城市，公司估值短短2个月暴涨至30亿。经此一役，整个南城商界彻底认清现实，苏浩有叶清渊无条件撑腰，是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无数大型企业主动递来合作邀约，争相与苏浩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他的商业根基彻底稳固。事业稳步攀升的同时，苏浩与叶清渊的关系也愈发亲近。褪去商界大佬的强势外壳，叶清渊内心细腻柔软，从小背负整个叶家的重担，常年紧绷防备，从未拥有纯粹的真心相待。无数人靠近他，皆为利益，唯有苏浩始终真诚坦荡，不攀附，不谄媚。一个雨夜，2人加班核对海外拓展方案，叶清渊罕见袒露心声，诉说年少的孤独与重压。苏浩心生动容，轻声许诺，往后我陪你，我会凭自己的实力站在你身边，替你分担所有压力。四目相对，朦胧的情愫悄然滋生，2人默契的没有戳破，将这份心意藏于心底，并肩奔赴更远的前路。稳住新能源核心主业后，苏浩不再局限单一赛道，在叶清渊的精准指导下，开启多元化产业布局，全方位扩张商业版图。他率先入局房地产行业，南城城东规划全新政务区，是未来城市核心发展板块，优质地块成为各大房企的争夺焦点。叶清渊提前拿到官方内部规划文件，精准锁定核心黄金地块，划拨20亿专项资金，助力苏浩成立独立地产公司，参与竞拍。竞拍现场，多家老牌房企轮番抬价，试图挤压苏浩的报价空间。就在竞争白热化之际，叶清渊亲临现场，一句清渊集团全额背书苏浩地产公司，瞬间震慑全场。所有房企无人再敢加价，主动退出竞争，苏浩轻松拿下3块核心地块。依托叶家完善的建筑供应链，楼盘建设成本大幅压缩。苏浩创新打造新能源绿色智能住宅，将自有充电桩、节能系统融入楼盘配套。楼盘尚未完工，预约认购名额便被抢购一空，一期开盘直接盈利10亿，地产板块一炮而红。新能源、地产双赛道并行，为苏浩积累了丰厚的原始资本。他再度精准布局，瞄准本地互联网生活服务赛道，投入重金打造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整合餐饮、出行、家政、商超等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运营。叶清渊为他引荐国内顶尖互联网技术团队，追加10亿研发资金，全方位赋能平台发展。平台上线半年，用户量突破500万，迅速成为南城头部生活服务软件，实现持续稳定盈利。短短1年时间，苏浩手握新能源、地产、互联网3大核心产业，旗下拥有20余家分公司，员工超万人，个人身价突破200亿，成功跻身南城顶级富豪行列，距离首富宝座仅一步之遥。昔日欺辱、
轻视他的人尽数落幕。林薇薇失去所有出路，只能靠底层零工勉强糊口，彻底消失在高端圈层。张总负债累累，四处躲债。曾经趋炎附势的同学，冷眼旁观的亲友，纷纷上门攀附求帮扶，尽数被苏浩委婉回绝。期间，苏家远房亲戚组团上门索要巨款资助，仗着早年些许微薄接济，贪得无厌索要上亿资金，不满足便聚众闹事，抹黑苏浩忘本。苏浩本念极父辈情分，愿意适度帮扶，可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底线。叶清渊得知后，直接安排律师出具法律声明，杜绝一切不合理索取，同时安排安保维持秩序，彻底平息闹剧。他告诫苏浩，善良必有底线，无度的纵容只会滋生贪婪，你的财富是血汗拼搏所得，无需为他人的贪心买单。苏浩深以为然，自此坚守本心，只帮扶踏实上进、真正身处困境之人，彻底杜绝无底线的施舍与退让。年末，南城顶级商业峰会如期召开，全城富豪、商界大佬尽数齐聚。峰会压轴环节将公布年度南城富豪排行榜，所有人都在热议。深耕商界30年的老牌首富周明远与异军突起的新锐富豪苏浩，谁能登顶榜首？老牌首富周明远坐拥数百亿地产资产，人脉遍布全城，根基根深蒂固，绝不甘心被后辈取而代之。峰会前夕，他悍然发动资本围剿，暗中做空苏浩旗下互联网平台股权，恶意散布苏浩企业现金流断裂、产业根基不稳的谣言，动摇资本市场信心。一时间，苏浩旗下平台股价持续暴跌，合作资本萌生退役，企业遭遇新一轮严峻危机。周明远更是当众放话，苏浩年少轻狂，不懂资本博弈，根本不配争夺首富之位。面对老牌首富的强势打压，苏浩冷静梳理战局，制定精准反击方案，却苦于对方资本体量庞大，自身资金不足以抗衡。危急关头，叶清渊调动清渊集团100亿流动资金，全力托举股价，同时联合数十家顶级投资机构反向收购周明远名下上市公司流通股份。100亿资本在资本市场激烈拉扯，震动整个南城金融圈。周明远万万没想到，叶清渊会不惜一切代价力挺苏浩，自身流动资金快速枯竭，资金链濒临断裂，彻底无力反击。商业峰会现场，年度富豪排行榜正式公示。苏浩个人总资产320亿，以绝对优势超越周明远280亿身家，成功登顶，成为新晋南城首富。全场哗然，满座震惊。1年前，受尽屈辱、一无所有的落魄穷小子，如今逆风翻盘，站上南城商业的最高殿堂，创造了南城商界前所未有的逆袭传奇。苏浩立身高台，身姿挺拔，气度从容，身侧的叶清渊静静伫立，眼底满是温柔与骄傲，见证着自己亲手扶持的少年终登巅峰。落败的周明远满心不甘，会后私下找到苏浩，愤然质疑，你不过是靠着叶清渊的资源加持，若非他倾力相助，你根本赢不了我，这首富之位名不副实。苏浩从容淡然，字字铿锵，商业竞争本就凭机缘、资源与格局。你深耕30年，积累人脉资本，我得贵人相助，顺势而起，皆是自身机缘。这1年，所有项目决策、风险把控、危机应对，皆由我亲自敲定，每一步成长都脚踏实地，我当之无愧。周明远无言以对，
只能黯然离场，彻底让出南城首富的宝座。当晚，叶清渊在私人江景会所设宴，只为二人庆祝。落地窗外是满城璀璨江景，晚风温柔，氛围静谧浪漫。1年前的订婚宴，你受尽屈辱，身陷绝境。如今，我兑现了所有承诺，扶你登顶首富，从此无人敢轻视、欺辱你分毫。叶清渊举杯浅笑，眼底温柔缱绻。苏浩放下酒杯，认真凝视着他，眼底藏着压抑许久的深情。最初你是为报恩帮我，可我知道，一路走来，你为我耗费无数心血、资源与时间，早已不止报恩。从你挺身而出护住我的那一刻，我便心动了。他缓步上前，轻轻握住他微凉的手。我拼命打拼，登顶巅峰，不只是为洗刷屈辱，证明自己，更是为了拥有足够的实力，堂堂正正站在你身边，不再做依附你的弱者，能与你并肩同行，为你遮风挡雨。叶清渊心头微动，清冷眼眸染上柔光，坦然袒露心意。起初是报恩，可相处日久，我早已动了真心。旁人接近我，皆为叶家权势财富，唯有你，待我纯粹真诚，沉稳通透，初心不改。所有的试探、隐忍、隔阂尽数消散，苏浩轻轻将他拥入怀中。一路走来，风雨同舟，并肩作战，低谷时相互扶持，高光时彼此陪伴。这份始于报恩，忠于真心的感情，早已根深蒂固。次日，南城爆出轰动全城的重磅消息，新晋首富苏浩与清渊集团掌舵人叶清渊正式官宣恋情。消息刷屏全网，全城民众纷纷送上祝福，人人艳羡这对强强联合、双向奔赴的商界眷侣。登顶首富并非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此后，苏浩与叶清渊强强联手，整合双方企业资源，将新能源、地产、互联网3大核心产业拓展至全国各大城市，稳步布局海外市场，持续扩大商业版图，向着全国顶尖富豪行列稳步迈进。功成名就的苏浩始终不忘初心，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会，以父母与叶清渊的名义捐资助学，建设乡村新能源设施，帮扶困境人群，用自身力量回馈社会。历经低谷绝境，他更懂善意与珍惜，始终守住本心与温柔。回望来路，一场绝境相遇，一次倾力扶持。叶清渊以1000亿资源为梯，亲手托举落魄少年登顶首富。苏浩以坚韧初心为铠甲，不负扶持，不负深情，最终与他顶峰相见。世间最好的缘分，莫过于你扶我走出低谷，登至巅峰，我伴你岁岁年年，共赴山河。风雨并肩，双向奔赴，从此山海皆可平，前路皆璀璨。